老公领他妈去办电话卡，把我婆婆办成了一个老赖，现在要被击毙。我的婆婆昨天晚上后半夜到了北京，到了告诉我托运的行李全拖丢了，机场说帮着找找，现在也没找着。然后今天早上我婆婆可怜兮兮的跟俺俩说我呀需要在中国办个电话卡，问俺俩能不能帮她买一个，我就让大胖媳妇带她去了，俺家阿姨还跟着的。结果到了买电话卡的地方，人家告诉大胖媳妇有2种电话卡，一种是全价卡，就是新号，从来没被用过；一种是半价打折卡，旧号，就是别人不知道因为啥原因用一半不用了。但是作为卖电话卡的人呢，人家有义务告知大胖媳妇，就是这种频繁换手机号的人呢，有很多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你很有可能会接到一些催债呀、要钱呐、索赔呀、威胁呀什么之类的一些信息。但是呢，他确实半价。大胖媳妇说，很抱歉，我其实没有太听懂，我就想问，如果我妈买了这个半价的便宜卡，那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对方说，最坏的可能就是以前用这个电话卡的人是个老赖。大胖媳妇看了他一眼说，这有什么的，我妈也是老外。我是老外，他是老外，是老赖，老赖帮助老外。俺家阿姨也不会几句英文，就在努力的跟温迪解释。老赖 no good， 你虽然想省点钱，但是你真的愿意被人当成老赖吗？结果人温迪I don't know， 我喜欢这个名字，老赖 kind of 听起来像 Laura。毫无疑问，我当然要买那个半价的便宜的卡。俺家阿姨也没有办法，最后买了个老赖号给温迪插上。大胖媳妇回家之后，我给她解释了，她明白了，但她看她妈有点害怕那样，她觉得有意思，她还逗她妈。她告诉她妈，完了，咱俩当时都没听懂，犯了个错误，玩大了。这边的规矩就是就按卡找人，卡在谁手里谁就得还钱，看看你手里多少现金，要不然他们要真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了，那我也帮不了你。温迪真是开始越来越害怕了，手机又来短信了，偷摸给我看。我一看短信，其实就是流量包，没啥。大胖媳妇在旁边装她看懂了，告诉她妈，妈呀！对方说不许动，已有狙击手在对面楼顶瞄准你，你不转账到这个账户，计时180秒，计时结束他就开枪。温迪虽然嘴硬说他根本不怕，但其实脸色已经完全变了。我就寻思，你说温迪还说要来中国帮我带孩子呢，这第一天给自己带成老赖了，明天还要领孩子出去玩。他身体是不错，但这么折腾我也怕他腰酸背痛，所以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仪，坐上感觉有双大手托着腰，有个很好的支撑，采用人体工学设计，怎么动腰都能贴合身体曲线，让腰特别舒服，久坐不累，小巧轻便，哪儿都能用。接下来这一个下午，好几个诈骗电话骚扰信息，有人连着给温迪打电话，温迪也听不懂我接的，温迪还好奇他说什么。我说对方问你是不是刚刚卖了车的赵艳辉，温迪说你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赖。 I'm just a 老赖 I'm just a 老赖。接上。老赖，都说这个混血颜值高产出，随便生个撸一撸。混血的宝宝比较可爱，颜值比较高，这个事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有没有科学依据？你说有没有科学依据？就我家的一对混血姐弟花，颜值画风很混搭。他俩的画风有多不搭呢？就怎么形容呢？就感觉罗马假日里赫本坐在小电动上，优雅而高贵。镜头往前再一拉，一看骑车的是赵四。你看起来他俩关系挺好，但实际上我家姐姐非常嫌弃弟弟，是不是嫌弃你啊？但是他俩最大的区别还不是长相，是体格。姐姐像活驴一样特别强悍，弟弟像黛玉一样特别娇弱。姐姐一年四季不管啥时候打开冰箱拿出来冰水咕嘟咕嘟就是灌，弟弟离冰箱2米我妈就得抱走，说有凉风。别说喝冰水了，就吃啥喝啥都得恒温，都得是先做热的，然后我妈拿小风扇再得吹。姐姐胆子贼大，活泼好动，弟弟胆子贼小，还有点老气横秋。姐姐大冬天短裤冰水冰滑轮，4年没进医院的门。弟弟一年四季棉裤腰，今天咳嗽明天烧。然后大胖媳妇就看不下去了，说看不了拿铁这么娇惯，从此拿铁要交给他带。所以我家可怜的小拿铁现在每天就过着这种多喘的日子。这是爸爸。爸爸。拿铁也是没想到，都说人这辈子有几道坎儿，84有灾儿，73有难，最大的坎儿竟在1岁半。1岁半，那我妈看着肯定想打他呀。咱们的妈妈们啊，就当他们无法用科学去解释一个现象的时候，
他往往会给出2个简单粗暴的结论：一，你现在我让你嘚瑟，到老了全落病。我老公就很费解，烙什么饼不能现在烙？春饼啊，春饼啊！我妈说，将来你老了就烙了，烙了你就知道了。我老公说，你这不是烙饼，你这属于画饼。你说就烙个饼，你还不说啥时候烙，你还不说烙啥饼，就给一个泡影，还老了就知道了，净整那个向天再借500年那个事儿。咱妈妈的第2个说法就是，咱们体质不一样，基因不一样，我们不能像你那么虎。我老公说，咱俩不一样，他俩怎么能不一样呢？这俩孩子，一个母亲，一个父 ，exactly 重合的基因库，同祖而来又同宗，同一个太姥卷大葱，他俩的先天体质和基因是一模一样的。今天的不同，完全就是生活习惯和待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也希望拿铁能就是被他爸带的稍微强壮一点。我认为孩子就是除了情感上适度粗糙没毛病，就是有点可怜拿铁了。在俺家，父子关系咋修复？天凉不让穿衬裤，文化碰撞哪家强？谁命不硬谁投降？妈只能在营养上先给你打好基础。这款诺优能孕慧奶粉，大品牌喝着放心，主打好吸收。因为喝奶这个事儿跟读书一样，书里有多少营养重要，但能吸收进去多少更重要。拿铁呀，你得要点强，赶紧从中杯往大杯发展。长大了你也骨头你爹，为娘的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哎，我呀，经常在评论区看到一个问题，就说彩云啊，你到底看上大胖媳妇啥了？就她到底有什么好的？今天咱说个实话啊，她这个人吧，就从非常传统的意义和标准来看，作为一个丈夫，他可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好丈夫，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他绝对是个好媳妇儿。咱就说带孩子这个问题上啊，说良心话，比我积极主动，她非常喜欢，非常享受带着孩子去探索世界。这不今天刚领着孩子去体验太空飞行去了吗？我和孩子们都飞了，拿铁呢一点就着，窜天猴嘛。但是孩子们的爹没起来，被退款了。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天空真的好大，蓝色。因为对于太空，它太沉，它是宇宙不能承受之重。玩完他还问早达：“你看懂了失重的结果没？”早达说：“我看懂超重的结果了。”完全不气馁，回家继续做科学实验，老想上花活。早达最近听到了年的故事，非常恐慌，跟他爸说：“咱们也得整点爆竹才能吓跑年。”他爸说：“我也没在街上看着过爆竹啊，不知道上哪买去，感觉是一个内部流通的一个什么玩意儿。但是爸学过偏方，他说爸在家给你制造一个巨型泡沫喷射，砰一下照样吓跑年。准备好了吗？结果汉语实在是不好，买色彩的时候买错了，再加上有点抠，药水也没买够，买家秀的呈现不太一样。他跟早达说：“宝贝闺女，我觉得咱这不算失败，你仔细看看这屋，我觉得咱们肯定已经把年给吓跑了。”早达说：“可能吧，但是你吓跑之前把年给吓拉裤兜子了吧？像个大粑粑。”然后他有一点就是特别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做出来啥他都夸。这不快过年了吗？孩子写出来啥破玩意儿他都给挂起来。早达不懂门上那个符为啥倒着挂吗？我说倒着挂就说明这东西到了。你写的那个字儿就到了。拿铁那么大点儿，他爸也跟他学毛笔字儿，写上春联了。虽然写的吧多少有点误差，红梅香小院，王冕下人间，但是也不错。王冕上春晚，上完下人间嘛。反正现在俺家就是中华文化兴趣熏陶的很盎然，但是我家这几位文人骚客多少有点被玷污了。这个还得是靠咱中国人都知道的雕牌，这雕牌除菌有氧洗衣液太好使了。就这个 SRP 因子，你别管什么墨汁、酱汁、蜡油，衣服搁里头一泡一揉，轻松打包带走。除菌率99.99%，除螨率99.999%。给那些担心孩子卫生健康问题的妈妈们用这个可就放心了。墨香再加上雕牌的元气薄荷香，感觉俺家还挺好闻的。他在带孩子上还有很重要一点让我觉得值得借鉴的，就是我发现孩子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直接给出答案。比如早达问我的时候，弟弟为什么叫拿铁？什么是拿铁？我也要做拿铁，我现场做拿铁。我要着急的时候，我可能就说我看你像拿铁，你这家淘气大马猴来抓你，我可能就这个路数。但如果他问他爸就不一样。今儿早达问他爸，我的弟弟拿铁到底怎么做？大胖姐说，怎么做呢？那不如今天咱们就现场熬制拿铁。小野，喂，这谁？这是咖啡色。搅吧搅吧。拿铁机，牛奶是拉配。哟，拿铁是有这个。这是雪饼拿铁，好喝。走。干啥呢？就是那个拿铁。